发现未婚夫与助理在婚房翻云覆雨时，我拨通了假死机构的电话，给他制定了3天后的死亡服务。他一无所知，回家时还给我带了城北最难买的糕点。而此时我的手机上正在播放他搂着助理在酒吧肆无忌惮的画面。画面里，助理娇笑着问他：“秦总，你想不想看我穿婚纱？”他轻佻地回道：“不想，我喜欢你什么都不穿的样子。”婚礼前夕，未婚夫紧张的一夜没睡。可惜明天不是婚礼，是我亲手为他准备的葬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准备去婚房给秦子安布置生日晚宴时，听见门内传来女人娇嗔的声音：“子安哥，你说我和苏黎谁更厉害？”我刚想推门的手猛地顿住，以为婚房进了陌生人，正准备报警，就听到秦子安笑着开口：“当然是你了，你那么会哄人，苏黎怎么比得上你？”我一瞬间僵住，脑中的弦紧绷到几乎断裂。女人带着喘息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那你干脆和他退婚，娶我好了。”这句话落下，屋内短暂的沉默让我几乎屏住了呼吸。随即传来秦子安低沉的声音，带着几分不耐：“陈婉，别胡闹，苏黎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不可能和她退婚。”陈婉似乎被这话噎住了，片刻后嗓音中透着委屈：“可你明明说过，我比他更懂你，更能让你快乐。”话还未说完，便是一阵暧昧的娇笑。我不用看也知道，他们此刻离得有多近。我再也听不下去，手中精心准备的礼物滑落在地，礼盒四散开，露出其中的信封。这封信是秦子安曾写给我的信，说让我在结婚当天打开。我鬼使神差地拆开信封，信纸上是一行他亲笔写的字：“小黎，我会爱你一辈子，如果辜负你，愿我吞万颗针。”看着这句谎话，我笑着笑着，眼泪便落了下来。想起前几天无意间看到的假死机构广告，心中忽然涌起一个念头：我给秦子安订了3天后的假死服务，到那天，他所有的社交账号，包括公司都会注销。此后，世界上再也没有秦子安，我要让他一无所有。当天晚上，我抱着一沓文件回了家，文件里是需要他签署的假死服务协议。秦子安一看到我，便温柔地接过文件，语气里带着责备：“小黎，这些东西你还自己拿，这种事让助理去处理不就行了？”他的眼神依旧深情，动作依旧贴心，但我却一眼看到了他脖子上那一道模糊的红痕。我眨了眨眼，把难过的情绪收回。秦子安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项链，轻轻替我戴上，笑得温柔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答应过你，每年的这一天都会送你礼物，这是我特地为你挑的，喜欢吗？”我压下翻涌的情绪，指了指桌上的文件：“先把这些签了吧，都是公司急需的合同。”秦子安随手翻了几页，我心砰砰直跳，手心逐渐渗出汗，生怕秦子安再多翻几页就会露馅。秦子安看着我一动不动地盯着他，笑着调侃我：“怎么了？”看着我目不转睛的，我打着哈哈。秦子安笑着随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签完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准备把文件拿走时，秦子安靠近我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眼中满是心疼：“小黎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”我刚要推开他，门铃却突然响了。打开门，陈婉站在门外，手里提着几袋菜：“秦总，您不是说苏小姐身体不好，让我来做顿饭吗？”陈婉笑得落落大方。秦子安脸色一僵，下意识回头看我，我伸手拉住他的手，
笑着说道：“子安，既然是你的助理特地为我准备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还真想尝尝他的手艺。”秦子安愣了一瞬，随即露出一抹勉强的笑：“好，那我去帮他打下手。”他进了厨房，我站在客厅，盯着他们的背影，强压下怒意，仔细观察着他们的唇语。陈婉，你疯了！我说过多少次，不要随便来打扰我们。秦子安的嘴唇一开一合，眼神里满是警告。陈婉却笑得得意：“我不来，你的好未婚妻怎么会知道我存在？你不是一直说她蠢得什么都看不出来吗？”秦子安脸色发青，刚想开口，陈婉便突然抓住了他的手，轻轻引向自己的衣服里。秦子安想抽回，却被他死死抓住。我握紧拳头，指尖都掐进了掌心，冷笑着拿起手机，将那份假死文件的照片发送给机构。几分钟后，我收到了一条确认短信：“秦先生，您的假死服务将在3天后生效，届时您的所有社交账号将注销，资产将转入您妻子苏黎名下，请确认是否执行。”我毫不犹豫地回复：“同意。”饭端上桌时，陈婉满脸都是艳足之色，她笑着把汤放在我面前，眼睛里都是挑衅：“苏黎姐，我听秦总说您就爱喝这种汤，我给你盛一碗。”陈婉弯腰时，特意露出了脖子上的项链，与我此时戴的一模一样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原来秦子安对待小三也不会厚此薄彼。陈婉为我盛了满满一碗的汤，递给我时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一碗汤全数浇在了我的身上。我痛得惊呼出声。秦子安立刻冲出来，把我护在怀里，抱去冲凉水。待我身上的红肿不再痛时，秦子安一巴掌甩在了陈婉脸上：“陈婉，你应该庆幸没有伤到我老婆，如果伤到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”说罢，他端了热汤悉数浇在陈婉身上，一时间，陈婉痛得大叫：“滚！”陈婉有些不甘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出了门。秦子安还在小心地抚摸着我刚刚烫伤的地方，我侧了侧身避开了。他的手机不断响起，秦子安蹙了蹙眉，不想理会。我看到了来电人，笑着说：“我累了，想休息会。”秦子安便说出去给我买我最爱的小蛋糕，等我醒后给我。我站在楼上看着他下楼，接着看到他把陈婉拉进车，打开车载监控后，看到陈婉有些狼狈地冲着秦子安撒娇。浑身湿透的陈婉，身材曲线被勾勒得淋漓尽致。秦子安看着看着就吻了上去。我空着肚子等到了第二天，秦子安才回来。他神色疲惫，把甜点放在桌子上：“小黎，昨天公司有事，所以没回来，对不起，太忙了，没和你说。”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把他凑过来的脸推得更远些。秦子安身上的香水味实在太过难闻，让我一阵恶心。他看着我不太开心的脸，从口袋里掏出我跑了很多地方都没买到的冰箱贴，期待看到我不一样的表情。我只是勉强冲他笑了笑，便没了话。手机这时响起，假死机构的倒计时短信：“秦先生，距离服务生效还有2天，是否反悔？”“否。”我回了消息后，秦子安把脑袋凑近我，似乎想从我的眼神里找出我不开心的原因。他想凑向前吻我，被我拒绝了。秦子安眼眶发红：“小黎，你以前都不会拒绝我的。”我没有回复。他很快调整好了表情，声音带了撒娇：“一定是昨晚我没回来，小黎生气了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今晚小王他们请客吃饭，每个人都带老婆。老婆，你可以和我一起吗？”我点点头。晚上到包厢时，推开门就看到了陈婉，
他笑着走上前，叫我嫂子。我看向秦子安神色如常的脸，也笑了笑。餐桌上，众人都在调侃万年单身狗找女朋友了，还是这么漂亮的大美女。只有小张神色尴尬，不住地往秦子安这边看。原来恋爱时，小张没少以单身狗的名义灌其他兄弟酒，今天看他带了女朋友，纷纷报复了回去。陈婉喝了一杯又一杯，被秦子安按住手腕。他笑着问小张：“怎么不帮女朋友？”小张这才如梦初醒，抢过陈婉的酒杯。餐桌上推杯换盏，众人都在讨论秦子安对我多好。小王声音带了调侃：“你们都不知道吧？在学校的时候，苏黎的脏袜子、脏衣服都是老秦带回宿舍手洗。”而且他还想再说什么，被秦子安红着脸打断。小王看着我，叹了口气，开口：“苏黎，我们这么好的男人，可就交给你了，祝你们长长久久。”随后他一口闷下，众人起哄。我听着这些话，只觉得心头发闷。所有人都被秦子安编织的谎话骗了，只有我还清醒。饭局里，我的筷子掉了，低头去捡时，看到陈婉的脚尖不停地摩擦着秦子安的小腿，我皱了皱眉，转身去了洗手间。我在洗手间里用冷水拍了拍脸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心底隐隐作痛。想起桌上众人的调侃，想起秦子安说一直爱我的誓言，我就难受得要命。洗手间的门被推开，我透过镜子看到陈婉走了进来，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苏黎，他靠在洗手台边，眼神意味深长地扫过我。你和子安感情很好吧？刚刚饭桌上那些话，听得我都有点羡慕了。我没有理会，准备离开。陈婉轻笑一声，抬手拦住了我，从包里拿出手机，熟练地打开相册，递到我面前。你以为的好丈夫，其实早就和我上了床。他说你的功夫不如我1/1000。陈婉把脸凑近我，声音带了些挑衅。他还说你就像条死鱼，他看见你就没兴趣，那又怎样？我有些烦躁，将手机推回给他。你喜欢就送你，反正明天他就一无所有了。我不再与他纠缠，转身走出洗手间。回到餐桌时，秦子安立刻察觉到我的异样，靠过来低声问：“小黎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”“没事，可能有点闷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努力掩饰情绪。他的眉头微蹙，似乎想伸手安抚我，我却后退了一步，刻意保持距离。秦子安的手僵在半空，表情瞬间变得复杂。小王见状，开玩笑地说道：“哟，吵架了？秦子安，你的哄人功夫呢？苏黎可不好糊弄啊。”秦子安闪躲了一下，随即笑着岔开话题：“小黎只是累了，我先送她回家。”陈婉忽然站起来，声音娇滴滴：“秦总，还是麻烦你先送我吧。”小张都醉得不省人事，也指望不上了。他说得理直气壮，目光带着挑衅。秦子安迟疑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小黎，你看，送吧。”我声音冷淡，站起身，语气平静地出奇：“我自己可以打车回家。”他脸上的愧疚闪过一瞬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“那你等我一会儿，送完他我就回来。”我没有回家，看着秦子安出门后，便打了车跟着他们。秦子安把陈婉送到了公寓，自己也跟了上去，站在楼下。我拨通了秦子安的电话，语气平静：“子安，到了吗？我有点不舒服，你能回来吗？”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喘息声，他似乎努力压低声音：“小黎，我马上到家了，你先休息，等我。”他还未说完，我听到背景里传来陈婉的笑声：“秦总，你今晚可逃不掉了。”我笑了笑，挂断电话，冷冷地看着那扇没有拉紧窗帘的房间，
室内灯光明亮，隐约能看到两人交缠的身影。我转身回了家，坐在沙发上看了眼过了0点的时间，给驾驶机构发了短信后，便坐在沙发上等秦子安回来，直到天亮，门锁才轻轻响动。我抬起头，看到秦子安推门而入，他看到我还坐在沙发上，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一抹苦笑。小黎，我回来的有点晚，抱歉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他，他显得有些心虚，把外套挂在椅背上，走到我面前蹲下，试图握住我的手。我避开了他的触碰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小心翼翼。小黎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摇了摇头，笑着拿起一杯酒，递到他面前。秦子安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10周年纪念日，希望我们都有美好的人生。秦子安为了逗我开心，一口饮尽，刚喝完，他的手机就收到了账号注销、财产转移的短信。一瞬间，他双目圆瞪，脸色惨白。秦子安满脸不敢置信地抬头望向我，紧接着便直接昏迷了过去。同时，房门被敲响，穿着西装的男人们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悲痛。他们拿着遗嘱还有财产转让书让我签字，我假情假意地掉了2滴泪，偷偷勾了勾嘴角。秦子安被那些人抬走，屋里的手机响个不停。我拿起来一看，果然是陈婉。他发了几张露骨的照片，问秦子安这样穿好不好看。或许是太久没有得到回复，他的电话打了过来。我带着恶趣味地点了接听，掐着嗓子说：“子安在洗澡。”陈婉一时间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怔愣地问我是谁。我只是轻笑一声，便没再回复，直接挂断拉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的手机铃声响起，陈婉又打了过来。接通后，她有些焦急地问我：“你知不知道秦子安找了新的女人？”我声音平静：“那又怎样？”陈婉似乎更加着急了，声音里透着愤怒：“你作为他的妻子，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你不慌张吗？”我忍不住感慨他的厚脸皮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索性直接挂了电话，并把他拉黑了。看着手机屏幕按下，我想联系不上秦子安的陈婉，今晚应该也没办法好好休息了吧。抬头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墙壁倒映出我的影子。我盯着天花板，脑海里竟浮现出一些往事，想到我和秦子安结婚的日子，想到我们相识多年，我一直以为他是爱我的，但现在他走了，我才发现整个家里所有的装修，所有的布置，都是按照他的喜好来的。曾经我说想在家里添点东西，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我。那时我还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审美有问题，现在想想，他根本不在意我的想法，只是享受爱我的表象，享受被众人追捧的感觉。他骨子里爱的人只有他自己。想到这里，我索性把家里所有和秦子安有关的东西都收拾出来，统统丢到了楼下垃圾桶里。秦子安所创立的公司，此时已经传出总裁意外身亡的消息，股价也在不断下跌。我勾了勾唇角，幸好消息爆出来之前，我已经抛售了手中所有的股票。电视新闻也在报道秦子安遇害的事情。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有些好奇地接了电话，竟然是秦子安的声音。他听起来有些发懵，低声叫着我的名字：“小黎。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以为我死了？我现在没有身份，也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，就连我想回婚房闭一闭，门都打不开了。听到这些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假死机构的办事效率确实不错，已经彻底抹除了秦子安的所有痕迹。我假装不知情，捂着嘴，声音拔高：“怎么可能？你个骗子！
我的丈夫秦子安今天意外去世了，你竟然冒充死人骗我！”电话那头的秦子安显然慌了，语气急促：“不是的，小黎，你听我解释。”我假装啜泣，直接挂了电话，随后拉黑了他的号码。有什么好解释的呢？他的假死就是我一手促成的，他现在的一切不过是他应得的。挂了电话后，本想安静地在家享受一下难得的独处时光，可没想到，就在我化作完成最后一笔时，门外响起了猛烈的砸门声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秦子安站在门口，他的头发花白，衣衫破旧，整个人看起来像个落魄的大爷。一时间，我竟有些没认出他。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我拿出手机给驾死机构点了5星好评。他现在这副形象和我之前选择的落魄流浪汉身份设定简直一模一样，连我这个相恋10几年的前女友都差点认不出来。秦子安疯狂地拍着门，叫着我的名字，声音嘶哑而急促：“小黎，开门！小黎！”我不想理会，继续收拾话剧。可他吵的邻居们都被惊动了，纷纷出来查看。“你谁啊？”一个邻居皱着眉头打量他，语气嫌弃：“不会是小黎家哪个穷亲戚吧？看看你这模样，破破烂烂的，也好意思来这里？”秦子安摇着头，声音带着不解：“我是秦子安，你们不认识我了吗？”听到这句话，邻居脸色变了，眼神带着几分好笑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番。现在的要饭的胆子可真大，连冒充身份这种事都敢干。你是不是听说秦子安几天前意外去世，想趁机来搞敲诈？我劝你赶紧滚。小黎这几天心情本就不好，别以为他家里没了男人保护就能随便闹事。秦子安还想解释，却被邻居叫来的保安直接拖了出去。他在门口挣扎，拼命喊我的名字。我看着小区监控里他狼狈的样子，只觉得十分解气。本以为这事到此就结束了，没想到不久后，陈婉竟然敲响了我的家门。开门时，我看着他披头散发、憔悴不堪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嘲讽。他一进门就开口抱怨：“苏黎，你竟然还有闲心在家里这么悠闲！秦总人都没利润，公司也没了。最可怕的是，我不知道他意外离世。昨晚给他发消息时，消息竟是别的女人回复的。你相信秦总真的死了吗？这会不会是对家的一场阴谋？”听到他的话，我差点笑出声。陈婉，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一个小三，管得未免太宽了吧？陈婉脸色一变，语气变得慌张：“苏黎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呢？你不是和秦子安恋爱10几年吗？他是你的丈夫啊！他突然意外去世，你为什么还能这么淡定？”我看着他，嘴角带着冷笑：“你也知道秦子安是我的丈夫，那你跑过来关心我的丈夫，是有什么想法？”陈婉见我如此问，索性也不再装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文件，用力拍在桌上。既然秦总已经死了，那他曾经答应给我的股份，现在是不是该由你来兑现？我嗤笑一声，冷冷地盯着他：“陈婉，我果然对你太客气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作为小三，你拿的这些东西，我是有权追回的。现在你还敢来找我要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？”陈婉嘴唇颤了颤，想反驳几句，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我不耐烦地起身，走到门口，开门做了个请的手势：“陈婉，我劝你别再打什么歪主意，对你没好处。”本以为事情到此就可以结束，我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，不再被打扰。可没想到，在为秦子安举行葬礼的那天，他竟然出现了。他站在一边，脸色憔悴，眼神复杂。秦子安走过来，拉住我的手，声音低沉而急切：“小黎，是我，
我是子安。我吓得尖叫着往后退，他立刻捂住我的嘴巴，低声在我耳边说出了一些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事情。我一瞬间愣住了，知道无法再装下去，索性认下了他的身份。他看着我，神情紧张。小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我去联系了假死机构，他们给了我联系电话，但电话上显示的名字却是你的。我抱着胳膊，冷冷地看着他。看来你已经知道了。没错，是我替你制定的服务。秦子安听完，脸上的表情变得难以置信，他的声音压抑，透着一股怒气。为什么？小黎，你可知道这样我没了公司，还怎么娶你？怎么给你更好的生活？我听了这话，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。秦子安，这个时候你还在装得好像多深情似的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我不想再多说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在角落里看到了陈婉，他一脸惊疑地看着秦子安，似乎还不敢确定自己的眼睛。当秦子安回头，两人视线对上的瞬间，陈婉突然冲了上来，语气激动：“秦总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秦子安皱着眉头后退了2步，显得有些狼狈。我冷笑着拍了拍手：“秦子安，真有你的，都死了，还有小情人念着你。”他摇着头，语气慌乱：“不是的，苏黎，他是我的助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”陈婉听到这话，脸色顿时变了，他根本不再掩饰自己，冲上去抓住秦子安的胳膊，激动地喊道：“秦总，我们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？你不是说我的功夫比苏黎好，你会永远爱我的吗？”秦子安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，急忙伸手狠狠扇了陈婉一巴掌。他愤怒地吼道：“闭嘴！你胡说什么？我这辈子只爱我的老婆，你不要胡乱造谣！”陈婉捂着脸，眼里满是委屈和怨恨，却还是不敢再靠近。秦子安还试图拉住我，想说些什么，我却后退一步，和他们拉开距离，声音冷淡却很大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我的丈夫秦子安早已经死了，希望你不要再打着他的名号来骗人了。”小黎，你明明……秦子安的话还没说完，周围的人听到我的声音，纷纷围了上来。他们看着眼前狼狈的秦子安，脸上都带着厌恶和不屑。大伯先开口：“哪来的流浪汉，赶出去！”秦子安想开口说些什么，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保安在我的示意下赶来，把他和陈婉一起赶了出去。我站在台阶上，看着两人被保安推搡着离开的样子，只觉得痛快。我在监控里看着秦子安站在门口质问陈婉：“陈婉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把这件事闹到苏黎面前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陈婉一脸委屈：“我只是因为爱你啊，我以为这样你就会回到我身边。”秦子安却怒不可遏：“因为你这点破事，我的一切都毁了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？”两人彻底撕破了脸，直接在路边打了起来。陈婉尖叫着抓住秦子安的头发，骂他是个无情无义的骗子，而秦子安则狠狠甩开他，不停地咒骂。看到这样的狗咬狗场面，我只觉得更加畅快。周围的宾客纷纷来安慰我，说我别太难过。表面上我装出痛苦的样子，内心却早已开心的不行，还趁机拉拢了几位投资人，为我的新公司做了铺垫。葬礼之后，秦子安和陈婉都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他们像是蒸发了一样，没有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而我也没有多去追问。这样的安静正合我意。直到我正在新公司参加一个重要的投资洽谈会时，忽然接到助手的消息，说有人在公司楼下等我，自称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。我以为是某位投资人提前到了，
便下楼查看，却在公司门口见到了秦子安。他剃了头发，穿着普通的工装，脸色憔悴，却依然是那双伪装成无辜的眼睛。他看到我时，立刻站了起来，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祈求的表情。小黎，能不能聊一聊？我冷笑着看着他，聊什么？聊你当初是怎么背叛我的。他嘴唇抖了抖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我的冷漠眼神堵了回去。旁边的助手察觉到气氛不对，低声问：苏总，这人是流浪汉，赶走就行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，却被秦子安一把抓住了手腕。小黎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你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从头来过。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冷得像冰。从头来过？我都不认识你，谈什么从头来过？况且，我凑近他的耳朵，看了眼他的工牌，声音带了讽刺：王武，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光明正大的用，还有什么资格谈机会？他眼中闪过一抹慌乱，声音带着些许乞求：小黎，我知道我错了，都是陈婉那个贱人勾引我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也不会闹到现在这样。听到陈婉这个名字，我心底涌起一阵不屑。陈婉勾引你？难道你和他发生的那些事都是他强迫的？难道你因为看不惯他，所以脱裤子顶了他几下？他的脸色更加苍白，想要再说什么，却被我直接打断。王武是吧？不要再来找我，你的存在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我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他站在原地，脸上的痛苦和绝望写得明明白白。那天开始，秦子安没来找过我。新公司上市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忙到忘记了之前为了查秦子安出轨，还雇了私家侦探。私家侦探给我递来信封时，我才想起这件事。本不想关注与秦子安有关的事，但好奇心驱使我还是打开了信封。信封里面是几张照片，拍的是秦子安和陈婉在一家廉价宾馆门口的争吵画面。他们两人看起来狼狈至极，甚至在宾馆门口扭打了起来。我觉得有些无聊，冷笑着将信封丢进垃圾桶，不再去理会。但尽职尽责的私家侦探又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，并嘱咐我一定要看。恰巧公司的事忙完，我点开了那段视频，画面是跟拍，拍得有些晃荡，但仍可以看到内容。秦子安从我公司门口离开后，回到了他和陈婉租住的破旧小公寓。他刚推开门，陈婉就坐在沙发上，满脸怒气地盯着他。你又去找苏黎了？陈婉语气尖锐，眼神里透着掩饰不住的嫉妒。秦子安眉头一皱，将手中的外套扔在一旁，疲惫地回答：陈婉，我去找我的妻子怎么了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快活不下去了，我不想再当黑户了。陈婉冷笑了一声，站起身，双手抱胸，活不下去？当初你可不是这么对我说的，你说会娶我，会给我更好的生活，结果呢？现在你成了个穷光蛋，还跑去求苏黎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他根本不可能再要你？你以为我愿意？秦子安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：陈婉，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难道不是因为你？如果不是你当初非要发那些照片，非要闹到他面前，我怎么会失去一切？你还好意思说？陈婉眼睛都红了，你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。秦子安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信你。两人互相吼叫，像两只濒临绝境的野兽。吵到最后，陈婉忍无可忍，抓起桌上的玻璃杯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玻璃碎片飞溅到秦子安脚边。陈婉，你疯了吗？秦子安怒视着他，咬牙切齿：对，我疯了。陈婉大笑，眼里满是疯狂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已经被你害得一无所有了。
你还有脸在这里装受害者？你害得一无所有。秦子安冷笑了一声，嘲讽地看着他。如果不是你，我还能有未来，我至少还有公司。你倒好，拿着我的钱不够，还毁了我的生活。我拿你的钱，别忘了，是你主动给我的。陈婉一字一句地吼回去。现在出事了，全都怪我。秦子安，你不配，够了。秦子安猛地起身，指着他的鼻子。陈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你就是想毁了我。你以为你能逃掉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完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陈婉冷哼了一声，眼中露出一丝狠戾。是吗？你以为我会怕你？别忘了，你那些非法的事，全是我手把手替你处理的。我要是去报警，你觉得警察会放过你？你敢？秦子安瞪大了眼睛，脸上的怒火再也掩饰不住。你试试看。陈婉毫不退让，两人目光交汇，杀气腾腾。我在两人扭打了起来的时候，关掉了画面，皱着眉头思考着秦子安干过什么非法的事。明明假死机构调查时，秦子安还是清白的。我找了私家侦探，拜托他帮我调查此事。事情还在调查时，陈婉就出事了。新闻报道他在出租屋自杀，但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看着新闻正皱眉时，公司的保安来通知我，说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在楼下等我，坚称自己认识我，还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我让保安传来监控画面，一眼就认出了秦子安。他曾经意气风发，总是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，站在人群里光芒四射。而现在，他胡子拉碴，眼窝深陷，穿着一件褪色的旧外套，看上去像是被生活压垮的落魄流浪汉。我低头处理文件，对保安冷淡地说：“不认识，让他走。”10分钟后，前台又打电话来：“苏总，那人说如果您不见他，他就一直跪在门口不走了。”我皱了皱眉，决定下楼看看。刚走到公司门口，就看到秦子安跪在台阶上，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。他抬起头，看到我的瞬间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几步冲到我面前，声音沙哑而急切：“小黎，终于见到你了。”我站在原地，冷眼看着他：“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戏还没演够。”他连忙摆手，眼中满是恳求：“不是的，小黎，我真的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和你谈谈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咱俩都不认识，有什么好谈的？”他脸色苍白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指指点点的议论声传入耳中。我不想在这种场合浪费时间，于是冷冷地转身往里走，却听见他在背后急切地喊：“小黎，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公司没了，钱没了，我只剩下你了，求你别再抛弃我了。”他的声音带着几分哭腔，甚至引起了周围人的怜悯。我停住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声音冷得像冰：“王先生是吧？你如果再来闹事，我就要报警了。”他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呆呆地看着我。还有，我往前走了一步，靠近他，压低声音：“你的那些小把戏，我都清清楚楚，别再指望我会心软，别再浪费我的时间。”秦子安彻底崩溃，跪在地上，抓着我的手，苦苦哀求：“小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被蛊惑，不该和那个贱女人上床。”我抽回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“你现在竟然还觉得是别人的错，真是可笑透顶。”他还想说什么，被我打断。我冷笑一声，正准备离开时，私家侦探带来了秦子安犯罪的证据和警察。警察查明了秦子安的身份，并且判定他是因怕事情败露，所以选择了假死，罪上加罪。秦子安一直狡辩，
但未成功。警察也判定陈婉并非自杀，而是人为。最后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秦子安。秦子安数罪并罚，这辈子是出不来了。我站在新公司的会议室里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人生总是如此，恶人终有恶报，而我只是选择了成全他的下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